观众朋友、网友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付前少。最近，印度的所谓国产航母维克兰特号开始进行首次试航。那么这个消息呢，可以说对印度的民心士气是一个振奋。印度媒体可以说是兴高采烈。按照他们的说法呢，印度的这艘国产航母，它的综合技术水平要比中国航母要高，因为它设计的时间比较晚，是1999年开始设计的。而中国的山东舰源自于辽宁舰的技术，那么辽宁舰呢，它就是源自于上个世纪70年代设计的一款苏联航母。尽管排水量山东舰也好，辽宁舰也好，要比维克兰特号要大，但是呢，印度媒体信心满满，认为它的综合作战能力一点也不低。尽管维克兰特号它的排水量只有4万多吨，比中国的辽宁舰、山东舰排水量要少2万多吨，但是他们特别强调的一点，就是我的舰载机数量一点不少，甚至还多一些。据报道呢，印度这艘新型的国产航母，它的载机数量大概在36、7架之间，除了10几架直升机以外，剩下的都是固定翼的舰载战斗机。当然，它没有舰载预警机。那么20多架舰载战斗机的数量，应该说确实和辽宁舰、山东舰差不多，但这要看你怎么来比了。因为它所配装的舰载战斗机是属于中型的米格29K，而我们的辽宁舰、山东舰所配装的舰载战斗机是歼15重型舰载战斗机，那么个头呢更大，占的空间也更多一些，因此总的装备数量二者可能差不多。但是我们不要忘了，决定战斗力的因素，一个是数量，一个是质量。那么数量二者可能差不多，但质量可就差得比较远了，因为中型的战斗机和重型战斗机是不在一个档次上的，无论是岸基还是舰载均如此。我们知道，俄罗斯的第3代战斗机典型的机型就是苏27以及米格29，它们的外形看着好像都差不多，都采用的是边条翼后尾式气动布局，2台发动机分别布置在翼下。那么机动能力表面上看也差不太多，苏27更好一点，但是航程、载弹量二者可就差得非常远非常远了。米格29和苏27无论是在模拟空战还是在实际空战方面，苏27可以说是碾压米格29的。这个呢已经有实战的战例，在埃塞俄比亚发生战事的情况下，双方就分别出动了苏27和米格29，最终取得战果的是苏27，而且呢2次获胜，击落了对手。那么苏27靠什么战胜对手的？一个就是它的留空时间长，第二它的机动性好，当然载弹量它也大。那么把同样的这2款第3代的岸基战斗机改成了这个舰载机，这个差距依然存在。歼15它的载油量、载弹量都远远的大于米格29K，而且它的机载航电系统包括雷达也更加先进，它的雷达看得更远，再加上挂载能力的差异，可以说歼15和米格29K相比占有巨大的优势。双方的数量尽管差不多，但是一旦飞到空中，这个差距就呈现出来了。可以说吧，歼15在大洋上空一旦和米格29交手，它的优势不是一个方面，既在空战的方面具有优势，同时对海对陆攻击的能力方面，歼15也具有碾压的优势。这还不算，战斗力前面讲到，质量好是一个方面，数量多也是一个方面，这二者才组成作战能力。那么既然双方的数量差不多，应该说除了质量方面的差异以外印度好像差距并不那么很大。但是不要忘了，航母平台也决定着舰载作战飞机的综合作战能力。为什么这么讲呢？因为虽然你搭载的飞机数量差不多，但是一次性的能够连续起飞多少架舰载机，这又成为了决定某战场上空双方数量的优势和劣势。印度这艘国产航母，它的排水量只有4万多吨，因此它的甲板面积远远小于辽宁舰和山东舰。那么甲板面积小，在甲板上停放的飞机数量就少，周转的这个周期呢，相对来讲就要比较长，很多舰载机要放在机库，再从机库呢运到甲板上，这个会影响到它的出动率。再有一个就是维克兰特号这艘航母，由于甲板比较小，它的2条起飞线都要经过着舰区，也就是说，如果它要起飞舰载机，那么着舰区是不允许其他飞机降落的，
只有把这2架舰载机送出去之后，腾出了着舰区，其他的舰载机才可能着舰。而辽宁舰也好，山东舰也好，它有3条起飞跑道，2条短的，1条长的。这2条短的起飞跑道都在起飞区，而没有进入着舰区，只有这条长的跑道才进入到了着舰区。那么显然，从一次起飞数量来看，我们的航母可以连续起飞3架，它只能连续起飞2架。就影响着舰区着舰这个情况看呢，印度这艘航母的影响力可能更大，因为它2架舰载机要起飞的时候，全都是位于着舰区。那么它的起飞点如果在着舰区，也不可能是2架同时起飞，也是1架起飞以后再另外再起飞。那么只要有1架舰载机停在着舰区，那么其他的飞机呢都是没办法着舰的。因此，从出动率这个角度看，不管你舰载机是大是小，辽宁舰、山东舰都占有绝对的优势。从这个角度分析呢，印度媒体现在所吹嘘的它的舰载机数量不少，特别是固定翼舰载战斗机的数量不少，这个仅仅是一个虚数。真正能够在短时间内飞到空中，对敌方舰载机实施拦截，对敌方的军舰发动攻击，在这个能力方面，辽宁舰、山东舰也明显占优。因此，分析一艘航母以及它的舰载机的综合作战能力，我们需要从不同的角度、不同的这个平台进行研究和对比，才能得出比较正确的结论。从这个方面来看吧，印度的所谓的国产航母和中国的航母相比，差距还是比较大的，它还需要努力，才有可能追上我们目前的水平。而到了那个时候，中国的航空母舰的技术以及排水量、载机数量又会有新的提升，这样的追赶恐怕印度要花费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时间才有可能实现。好，今天的介绍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收看。感兴趣的朋友，我们在下面的留言区留言交流讨论。我们下期再见。